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保坂龙先生所著的《精神科医生教你从60岁开始享受人生的独处力》这本书。这并不是一本讲述如何孤独地活下去的书，而是一本教你如何在独处中重新找回自由、快乐与自我节奏的生活指南。进入60岁之后，许多人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，工作逐渐告一段落，孩子也各自成家，生活节奏慢了下来，却反而会产生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的空虚感。保坂先生以他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细腻的人生洞察告诉我们，其实这正是人生进入第二个青春期的时刻，不必再追求效率，不必再迎合他人，只需学会一点懒，一点随性，就能重新感受到生活的轻盈与自在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。第一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必努力过头，稍微懒一点。这部分强调的是放下的智慧，放下他人的眼光，放下过度的责任感，学会以自己的节奏生活。第二，成为一个即使独处也能享受生活的人。孤独并不可怕，真正的可怕是害怕孤独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必努力过头，稍微懒一点。近年来刚刚退休的人，这一代人几乎用拼命2个字贯穿了一生。从学生时代到步入社会，他们无时无刻不被竞争包围，成绩、名次、升学、职位、绩效，每一步都在和他人比，也在和自己较劲。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努力象征。进入公司，更是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有人甚至亲耳听过上司语气严肃地说：“拼命干，不然就被淘汰。”那时候的社会崇尚努力至上，谁都不敢懈怠。于是，他们习惯了忍耐，习惯了服从，习惯了压抑自己的情绪与疲惫。长达数十年的奋斗，像一条绷得太紧的弦，一直在心中嗡嗡作响。终于，在经历了无数次早起赶车，无数个深夜加班，无数场职场的起落后，他们迎来了退休这2个字。那一刻，有人感到轻松，有人感到空虚，但更多的人其实不太会慢下来。他们不习惯无事可做，不习惯不被需要，更不习惯让自己松弛下来。可是，保坂龙先生说，也许现在正是时候放下拼命，学会稍微懒一点，好好为自己而活。人生走到60岁，已经不必再去证明什么，你已经足够努力过了。其实，很多事情在稍微放松一点的状态下，反而更容易顺利进行。当你不再追求完美，不再凡事都要做到极致，生活就会轻盈得多。早餐不用非要营养均衡的像医院菜单，家里地板有一点灰，也不必立刻擦得锃亮。早晨睡到自然醒，也不是懒惰，而是善待身体的方式。这样的日子才叫生活。压力会减半，甚至少于一半。每天起床时，你会发现空气都变得柔和，阳光也变得更温暖。这种松弛但不放弃的姿态，就是稍微懒一点的真意。不过，懒并不是消极，稍微懒一点不是自暴自弃，而是一种智慧的生活方式。它意味着你学会区分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可以放下的，也意味着你开始真正的关心自己，而不是只活在他人的期待中。这种思维方式，正是年长者培养孤独力的基础。所谓孤独力，就是在一个人也能安然度日、不惧寂寞的精神韧性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温柔的独立。或许你不愿去想，但现实中，常年相伴的配偶有可能会先你而去，那种悲伤令人窒息。年轻时，你可以用工作、应酬、忙碌来逃避孤独，但退休之后，当家中安静的只剩下钟表的滴答声时，你不得不直面孤独这个词。当以2人为单位的生活变成1个人的时间，很多人都会陷入茫然。接下来该怎么过？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走在街上，这就是余生吗？这种情绪在所难免。
但你要知道，孤独并不是终点，而是人生的新起点。它像一面镜子，让你重新看清自己，原来我是谁，我喜欢什么，我还能做些什么。有的人在孤独中学会了园艺，种花种菜；有的人拿起了搁置多年的画笔或乐器；还有的人干脆去旅行、去写作、去重新认识世界。他们发现，孤独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了与自己相处的能力。当然，孤独的另一个层面，也存在于夫妻之间。许多丈夫以为退休后可以和妻子天天在一起，却发现妻子早已有自己的朋友圈、兴趣班和社交圈。妻子并不是不爱他，只是想要呼吸自己的空气。这时候的丈夫往往会感到被冷落、被忽视，甚至觉得婚姻出了问题。但其实，这正是人生进入新阶段的自然过渡。真正好的夫妻关系，不是依赖，而是相互独立。你有你的世界，我有我的节奏，彼此尊重，偶尔交集，互相支撑，这才是成熟的亲密。在这种关系中，稍微懒一点意味着不再紧紧抓住对方，而是学会放手、信任。当你能自在地让对方去做自己的事，你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。而那一份平静，就是老年幸福最深的底色。退休后的另一个挑战是身份的消失。以前你是某公司经理、某部门负责人，别人尊敬你，需要你，你的存在有标签。但退休后，这些头衔瞬间归零，很多人开始怀疑自己：我还有价值吗？其实，这种焦虑很普遍，但请记住，你不是因为职位而有价值，而是因为你是你，你是那个养育了家庭、努力了几十年、为社会贡献过的人。现在，你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。社会可能不再给你掌声，但你可以给自己掌声。别人的认可固然令人愉快，但真正的安心是从内心生长出来的。金钱问题也是许多人无法回避的焦虑。退休金缩水、养老金不稳、物价上涨，这些都让人不安。可是，钱这东西，从来没有够的时候。你可能一辈子都在追求多一点，却永远觉得不够。因为我们真正渴望的，并不是数字，而是安全感。与其被焦虑吞噬，不如换个角度。现在拥有的，已经够让我平稳生活。我不用成为最富有的人，只要成为最安心的人。这种稍微懒一点的金钱观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平和。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，身体健康，内心安稳，这才是财富的真意。当你开始放下对努力、完美必须如此的执念，生活会重新变得宽广。不必强迫自己维持大量的社交，也不必为了合群而勉强微笑。退休后，你有权选择只与让自己舒服的人往来，关系不在多，而在深。真心的朋友，3、5个足矣。有时，一杯茶、一段对话、一次散步，就能让人感受到被理解的温度。这正是孤独力的成熟形态，不是远离世界，而是与世界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。孤独和懒散，听起来或许带着一点负面的意味，可在保坂龙先生看来，他们其实是人生后半段的解药。他们让你放下焦虑，放慢脚步，重新学会与自己相处。稍微懒一点，并不是不作为，而是懂得取舍，懂得生活的节奏。这一部分告诉我们，人生前半段拼的是速度与成绩，而后半段拼的是平衡与心境。能稍微懒一点，其实是一种智慧，它意味着你终于学会了与世界和解，也学会了与自己温柔相处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成为一个即使独处也能享受生活的人。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某种形式的集体中，学校、职场、社区、兴趣团体，甚至家庭。集体几乎无处不在，伴随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一个人能否顺利融入这些集体，往往对幸福感有着极大的影响。即便你拥有丰厚的财富、卓越的智慧，如果在集体中被孤立、被忽视，心中也很难感到踏实和满足。孤独感、被排斥的感受，
往往比物质缺乏更让人痛苦。另一方面，那些无法积极接受集体的人，即便才华出众，也会感到与周围格格不入，难以在社会中找到归属感。然而，现实并不要求我们永远依附集体，也不要求我们随时迎合他人。真正理想的状态，是能够理解并尊重集体，同时又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行动能力。换句话说，顺应集体但不依赖集体，既能参与其中，又不会被其束缚，这才是成熟自在的生活方式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往往会变得更固执、更自我，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让人难以灵活变通。人生经验丰富也容易带来优越感，一旦他人的观点与自己不符，就会感到不被尊重，心生不满，甚至产生孤独感。因此，那些过度依赖特定集体的人，往往需要承受更多的妥协与忍耐，稍微表现出自由，可能就会在集体中显得与众不同，甚至被孤立，从而累积心理压力。有些人年纪大了以后，会认为只要与家人在一起就足够了，家庭似乎成为了避风港，是心灵的栖息地，是可以让自己放松舒适的地方。但这种想法也需要谨慎，因为家人也同样是一个小型的集体，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价值观、生活习惯和喜好。过度依赖家庭，也可能感到摩擦、争执或不适，正如对外界集体的不满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世界上没有完全顺从自己意愿的集体，无论是工作团队、朋友圈，还是最亲密的家庭，都存在差异和冲突。那么，那些真正充实、热爱生活的人，他们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呢？他们可能会融入集体，但不会依赖集体。他们能独立思考、独自行动，并凭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，因此无需依赖他人来填补空虚或确认自我价值。这类人懂得，无论集体如何变动，自我的稳定性来自内心，而非外界。如果你想追求这种生活方式，第一步就是尝试独自行动。一开始，或许会感到不安，甚至孤单，会怀疑自己是否能应付突发情况，或者担心一个人会无聊、无助。但随着习惯的养成，你会渐渐发现，独处其实是一种难得的自由，它让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，做想做的事，而不必顾虑他人的眼光或评价。你可以独自去散步，去咖啡馆读书，去旅行，也可以静静地坐在家里发呆，或者整理多年未触碰的兴趣和爱好。这种自由让内心变得宁静，也让生活的细节显得格外珍贵。更奇妙的是，当你掌握了独处也能安然自得的能力之后，即便在集体中遇到不愉快或冲突，也能泰然处之，因为你不再依附他人的认同，内心已经拥有自己的安全感。你明白，集体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本书所说的孤独力，正是指不依赖他人，能够独自享受生活的能力。它意味着，在理解人类是群居动物的同时，仍然能够独立思考、独立行动。作为自立的成年人，参与集体，但不被集体束缚。这种能力无关年龄，但对于60岁之后享受人生的人来说，尤其重要。掌握孤独力，你将学会无需勉强自己，也不必过度依赖他人，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，做真正想做的事。可以在独处中获得安宁，也可以在集体中泰然处之。这种稍微懒一点的生活方式，并非消极放任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放下对他人的过度依赖，放下不必要的比较和压力，轻松地、从容地面对人生。它让你在退休后仍然充满力量，让你的人生不受外界限制，而是自由、轻盈、充满可能性。当你学会这种独处的能力，你会发现独自一人也能活得精彩。孤独并不可怕，它是一种自由。生活不再被外界束缚，而是完全属于你自己。掌握孤独力，让我们带着这份能力，
迈向未来的每一天，自由、轻盈、充实，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。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节奏与挑战。到了60岁之后，我们不再需要被外界的期待和压力束缚，而是可以真正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，学会独自行动，培养孤独力，并不意味着逃避社交或与世隔绝，而是让自己拥有选择自由、内心宁静和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当你能够享受独处时，你就不再害怕孤独，也不再被他人的评价左右。你会发现，无论是在集体中还是独自一人，都可以活得自在而充实。无论是独自散步、阅读、旅行，还是在家里静静思考，生活都能因此变得丰富而有意义。孤独力教会我们，幸福不是依赖他人或集体，而是学会与自己相处，尊重自己，善待自己。它让我们从容面对生活的变动与不确定，让每一天都充满自由与轻盈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尝试给自己一点独处的空间，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光，勇敢地按自己的节奏生活，在独处中成长，在自由中喜悦，在孤独中发现真正的自我。这正是想传递给你的智慧，也是60岁以后人生最珍贵的礼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